燕云学优生5月流派梯度排行，排在天2强度的流派是千丝玉。新赛季千丝玉的调整略显乏力，仅新增了部分技能的强韧效果，且加强仅针对了飞天玉分支。走地狱呢，不仅操作繁琐，伤害表现相比于其他流派也显得中规中矩。更关键的是，对团队没有任何辅助增益效果，综合实力有限，所以占据 TR 梯队。排在 T1强度的流派是破竹风、破竹渊和明金蚁。破竹风，新赛季修道流派整体强度在线，燕龟套加强绑定的无名还是有着不错的伤害的。但该流派的操作门槛和消除难度偏高，且对网络延迟极为敏感，地理位置不佳的玩家很难打满伤害，因此只能暂列 T1。破竹渊最大的优势在于副本适配性好，操作简单易上手，输出表现也能达到预期，但短板同样明显，输出比较单一，且对团队没有任何辅助增益，再加上新赛季其他流派纷纷得到加强，而破竹渊基本没有任何调整，实力被逐步拉开，只能占据 T1。明金蚁新赛季枪斗回来提升，蓄力耗耐减少，99玩家又得学习新的输入轴，学习成本大，输出环境也比较难受。好在有奶妈虚我的情况下，活久的伤害依然可观，也正是这份伤害支撑，让他不至于跌入下游梯队。排在 T0.5强度流派是明金红、烈石威和千丝翼。明金红日常玩家的福音输出环境堪称完美，操作简单易懂，断轴风险极低，新手也能快速上手。新赛季还进一步加强无名气节的爆发伤害，不仅自身伤害不俗，还能为团队提供辅助增益，综合表现稳居 T0.5。烈石威竞速队的核心刚需流派，凭借独有的防反机制和强大的异伤 buff， 既能为团队提供巨大的增益，自身伤害也毫不逊色。唯一的短板就是操作难度较高，需要玩家对当前副本机制有深入了解，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。千丝翼新晋千丝翼解，不仅拥有强大的团队辅助能力，伤害表现也和飞天玉旗鼓相当，而且操作简单，副本适配性拉满。唯一的小遗憾是辅助武学对单机党不够友好，除此之外，多人副本几乎没有短板。排在 T0强度的流派是破炉城、烈士君和千丝灵。破炉城竞速赛道的常青树，实力无需多言，输入手法简单易懂，副本环境适配完美，不仅自身伤害高，对团队也有健康 buff 加成，妥妥的团队万金油。烈士君伤害天花板的存在，输出高到离谱，同时还能为团队提供巨刃辅助增益，技能几乎全程处于强韧状态，输入手法也比较简单，尤其是小外流，伤害更是恐怖，无论是日常还是竞速，都是输入武学的首选，稳居 T0。千丝灵烟云16生唯一真神，没有任何争议，任何副本都是绝对刚需，不管是日常还是竞速，找到谁都不能少到奶妈，凭借无可替代的治疗能力，排在 T0当之无愧。最后主播也想多说一句，梯度排行仅供参考，任何流派都有属于自己的定位和玩法，强度差距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，不必过分追求顶尖强度，玩自己喜欢的流派才能真正感受游戏的乐趣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大家对自己的流派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有不同的梯度见解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